上次一位穿着华丽的女子从包里拿出一颗金白菜，说这个是朋友送给自己的，今天专程拿过来鉴定一下真假。我接过这颗白菜一看，果然是黄金的，做工非常精细。女子大大咧咧地说，想着这东西是假的，毕竟才认识没几天的朋友，竟然送给自己那么大的礼物，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位女子说自己才刚认识几天的朋友，今天献殷勤，给自己送了一个礼物。打开包装一看，竟然是颗金白菜，自己对这个也不是太懂，所以第一时间就拿来鉴定真假。我接过白菜一看，是3D 印金的，含金量达到了 99.9%。他说既然这么贵重的礼物，大概能值多少钱？我说这个是空心的，就是看着特别大，实际却没多少重量，放到称上一称，不过也就70多克而已。原来这位女子是单身，是一个追求她的朋友送给她的一份礼物。刚开始打开盒子的一瞬间，我从收包那里那里买了一个金元宝，你帮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黄金的？我从中能挣多少钱？从收破烂手里买个金元宝，这收破烂手里能会有啥黄金呢？来，我看看啥的吧。我这是捡了一个大漏，下个年买回来的，卖好了能卖100多万。这一次我应该赚大发。哇塞，你这个个头可不小啊，真大个，拿来唬人还行。看那外边，这有很多地方这都褪色氧化了，这不是黄金啊，也不是古董，这咋可能赚100万呢？挣100万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我是分2步走的第一个，你首先看它是不是古董古董的话，那都不止100万了。这肯定不是古董啊，这过去哪有那么大的金锭啊？鉴于是不是过去的金银锭啊，它这上面的字口是关键，你细看一下这字口，这跟过去的字体区别很大。另外，过去的金银锭都是人工浇铸的，你这器型这猛一看，这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呀。你首先不要讲什么专业知识我既然1000块钱能给他买回来，我保底从里边上面提炼的黄金得2斤。这我没听错吧？这个材质还没有搞清楚是啥嘞，你张口要提炼了2斤黄金，这让我有点犯迷糊啊。你先听我说，如果这个锭子是真黄金的话，它不可能掉色氧化。你细看，它这底部你看都发黑了，这不可能是黄金。专业的事都得交给专业人去做。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专门提炼黄金的专家，给他2万块钱的工费他愿意替我去试试。又是网上的啥专家？能提炼2斤的黄金，我估计他还是给你打了包票。其实像这种专家要是有真材实料还好，那就怕他冲着你那1万块钱的工费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吧？就像你这个金元宝，压根儿它都不含黄金，你说他身上咋可能会有黄金呢？另外，如果真有黄金，它不可能出现在收破烂手里边收破烂说了这是一个败家子富二代卖给的。那个富二代说了，他祖上是传下来的宝贝。
哎呀，你不要一味的听别人讲什么故事，就单说你这个金锭啊，这和过去的古董一点边都沾不上。刚才我都告诉你了，这上面的字口，这都是电脑体一眼假，因为过去的钢印它是纯手工刻出来的，所以一看字口啊，一眼假。另外，无论是金银锭，它这个翅膀两侧的翅膀不可能有这么匀称，你细看一下，这翅膀高低这都一样，所以这一看就是机制出来的。另外，这真用黄金的话啊，第一个重量，比这要重很多，而你这很轻。第二个，它更不存在这个氧化、变色之类的。专家说了，这氧化很有可能是外边的金子布。反正呢，就类似于金包银，把金子贴下来就行了。金包银，你这想啥嘞？这咋可能是金包银嘞？金包银顾名思义，就是外边是黄金，里边是银，用黄金包裹着银子。这么大个的话，这工得多麻烦吧？另外，如果真是金包银的话，你恐怕这外边这一层它也不会氧化褪色啊。那依我看，这就不是什么金包银，甚至连银镀金它都不是。可能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反正工费也不高，才1万块钱再说了，这是1000块钱买回来的。你这是再是1000，你说实话，你这1000块钱买回来已经是花好多钱了，另外再掏1万的工费，那是专家的一个套路。我劝你啊，这个东西，因为你还没有去找到嘞，你最好不要去破1万块钱去冒这个风险，因为你这个东西它就是现代的艺术品，一眼假的东西，你再去冒这个风险就不值当了。我感觉这个风险必须得冒，因为啥吧？你花1万块钱挣100万的事儿，我会不干吗？对不对？那你去试试也好。对呀。不过反正没提炼出来黄金之前，你最好不要给他钱就行了。我先给他钱，你也说了先给钱再提炼。那你还是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我这激动的呀，几天几夜没睡着觉了。没想到2000块钱捡漏了一根大金条。你赶紧帮我看看能赚多少钱吧？2000块钱捡漏一根大金条。对，银元能捡漏，金价现在那么高，金条还能捡漏吗？来，我先看看是啥的。我这也是属于无意中捡漏，我也没想到2000块钱会捡到漏，所以说才激动的几天几夜没睡着觉。你这个猛一看。大小确实像100-200克的金条，但是我拖的重量不对啊，我还是来先上称给你称一下吧。你看，只有113克。对，我去几家金店都称过了，你们的重量都相差不大，因为这块金条啊，我感觉有收藏意义，所以说我来找你。现代的机制金条啊，只是纯粹的黄金而已。通过你这个壁面刻重标识来看，很有意思。AG999，AG 是黄金的缩写，999是黄金的含量，对，10mg 就是10毫克。那你这也没啥漏可见啊，只是10毫克的黄金而已啊。刚才你不是称过了吗？标准的100克的金条啊，你至于外面盒子的重量就行了。说实话，你这外边这个亚克力盒子啊，无论你卖给谁，这都得打开。那不能打开，你打开的话品相就不好了。你不打开，第一个重量它是不标准的，第二个像你这个金条啊，很明显是现代的机制金条，即使是真的呀，它和这个银元也没法比，你就是当镜子一样保护它，它也就是一个金价而已。你这2000块钱在哪捡的漏啊？外人的漏肯定是捡不到，这是我朋友啊，去年借我2000块钱，专门抵押给我的，1年的期限，现在他失联了，就变成我的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你想想，如果这是真正的黄金，咱就按100克的重量，去年的金价1克400多，他就按金价去卖，那也妥妥了4万多的现金啊！你想想，现在黄金涨了这么猛，只借了你区2000，对，他怎么可能会失联不要了？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呀！我感觉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本来我也没打算按金价卖，我想看看有没有人当古董收藏，比黄金卖的多啊！我只能说你这个如意算盘打的是真好，只可惜啊，你这想法太稚嫩了。第一，你这个和古董没有一丁点关系。你像过去的金银锭、银元，他们由于历史的存世量也就那么多，你包括这个庚申年是1980年，你这种金条啊，就是为了纪念1980年发行了第一套邮票。但是这个金条啊，可不是1980年生产的，有可能是去年，也有可能是上周，时间点上不确定，而且数量上也不确定。只要有模具，都可以随时做。
而古董啊，它是有数量的，这是时间和量的一个区别。就拿你这个金条，它压根儿就不是黄金。你想想，这么大个的一个东西，真实的黄金含量只有区区的10 mg 10毫克，所以这东西啊，就是拿来唬人的。咱说句不好听的，你拿这个去金店卖，别人他都不会要。不可能不是黄金啊！这个金条啊，金店都想按金价收。只不过我不愿意，我没让他们拆开外面的包装啊。外边的包装啊，根本就不用拆。这明眼人一看，它的这个含金量、重量就不用称，对不对？就果断的给放弃了。咱说句不好听的，你无论是当古董还是当黄金来卖，你这外边的包装盒不拆，重量没法称，真假你没法辨别啊。你看你说到底了吧？我这打不开盒子，你连真假都看不出来，你就别压价了。不压价，不存在压价啊！我给你这个鉴定的结果，你竟然不出乎意料，反而感觉我在试探你，给你在压价。我给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啊，你这是不懂行，你真假黄金你都分辨不出来。为了你那2000块钱啊，我建议你还是把东西保存好，找到你那个朋友，把钱给他要过来，这才是正事儿。你这鉴定结果啊，我不认可。你这个人呐，送上门的生意你都不做，那我只能找别人去了。好，那你找别人吧。也不知道谁那么傻。这好好的2块大黄金，你说谁往垃圾桶里扔？你还真别说，你这俩还真不是一般的黄金。你看它这个外观形状像马蹄，在我们行内称之为马蹄金，这该不会是你在垃圾桶里捡了吧？对，这是我婆婆妈在垃圾桶里捡的。捡的时候外面还有2个好看的包装盒。没想到这竟然花了意外之财。那如果是真黄金的话，确实是发一笔意外之财。现在黄金价格啊，处于历史最高价，这2个个头估计得有2-3斤，你就是按金价卖得大几十万的价值了。你更何况马蹄金是过去的古董，那如果是真的，这价格不可估量啊。具体能卖多少钱还不知道。我早几年称量过，2个不到400克。我都准备为这2个黄金离家出走嘞。因为这捡来的马蹄金离家出走，那确实挺让人意外的。首先真假你也啥都看不懂，另外像这种马蹄金这么大个头的话，2个不到400克，这重量有点不对啊。我不管它重量对不对，我婆婆妈捡来这2个马蹄金就应该是我的。想给我妹妹分，那是不可能的。我听出来了哈，你这是一个人想霸占妹妹的那一份。如果这俩马蹄金是一个试金石的话，那你这想据为己有，这好像这么办的话，那你这个妹妹，你在她面前说不过去啊。我就告诉他们2个这东西是假的就行了。因为我娘家妈还有个弟弟，马上都要订婚了，彩礼得几十万，我得给他拿出来。这相当于是绕了一大圈，最终马蹄金卖了是为了帮娘家人。有一句话怎么说？伏地魔，我只在网上看到过，现实中确实没见过。我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有啥过分嘞？我就一个弟弟，我不帮他，你说谁帮他？那是帮弟弟，这是太正常了。那兄弟姐妹之间帮忙很正常，这关键是看你怎么个帮法。这拿着婆家的东西，关键是你这个马蹄金都没有分配清楚，弄得与婆家人不愉快，一味的去帮恁弟弟，这与理不通，让人大跌眼镜啊！你也不用讽刺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的家务事你就别操心了，你就说能值多少钱嘛。那行吧，我给你简单的看一看，如果这俩马蹄金是真的，价值确实不可估量。因为马蹄金它不只是传统的黄金那么简单，传统的黄金你要多少，只要手里边有钱都可以买得到。细看你这个马蹄金，这上面你看打了都有钢印，虽然说看不清是啥字，但是它只要带字口，那它就是古董。但是你这2个颜色看着有点像黄金，唯一啊就是重量不达标。我们也别研究是哪个朝代的东西了啊，就单说这个材质啊，绝对不是黄金。不是黄金是什么？人家今年有来表示收不起，所以我很无奈的，才找到你们搞收藏的。人家收不起，可能也是看出来材质有猫腻了。你细看一下，这马蹄金有这么大个，它不可能只有区区200克一个。按黄金的密度来折算，怎么着也得有1斤多重啊。另外从颜色上看上去啊，虽然说看起来很仿，但是表层啊还是有点泛红其实就是褪色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过去的马蹄金也没有这么厚实，形状它更接近马蹄，边上显得很薄，大多数都是1斤重，重量不对，颜色不对，
咋看啥都不对，可能你这结果啊，让你这个小算盘可能要落空了。不可能是假的，我弟弟还等着我给他筹备彩礼钱呢。啊，这样吧，2个按400克算，你给我20万嘛。你别说给你20万，200块钱恐怕也给不了你。弟弟的彩礼钱无论多少，你这个当姐的呀，都不要去给他承诺，因为人家的条件也不好。如果好的话，也不至于说你是单独对吧来霸占这2马地金了。你仔细想想，如果这2马地金是真的话，别人也不可能往垃圾桶里扔啊。反正这一番鉴定之后啊，这也不是真的。反正现在的艺术品嘛，分文不值。好了，我也不卖给你了。我看你这是想私吞我的马。没有，你别误会，别误会。我这丢来一套金条，一直不舍得回。你看看成套的话，会不会像古玩一样更高呀？哎呀，肯定和古玩区别很大。虽然说你这些金条是成套的，但是你现在要多少都可以定制啊。它不像古币，它固定就过去就发行那么多。现在我也说几用钱啊，加上黄金不是涨价了吗？对。你看看我这200块钱一颗滴过来的，这能不少挣吧？200一颗滴过来的金条，我这也正想跟你沟通呢。你看你这金条这外边颜色看着都有点褪色了，这上面标注了也有重量，但是我托在手里边这很明显有点轻啊。你这3块相当于是1000多克了，你不会只抵30多万吗？对啊，我都是抵30多万的账。我亲自从那保险柜里拿出来的。当着他面的欠条都撕了。线条撕了，说实话那就麻烦了。毕竟30多万的账，它也不是小数目了。其实你敢收黄金抵账，那你多少对黄金知识多少得了解一些。像这种黄金，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都是硬通货，它咋可能会200块钱一颗真便宜卖给你呢？我感觉不便宜了因为他借我30多万多少支付一些利息给我吧赚的差价都算我捡个大漏吧。哎呀，我发现你这想法很简单啊，黄金价格很透明，只要有手机都能查得到，它不比银元银锭带板之类的。你像取避免大头一个，一般人他看不懂，你当个普通银元买回来，对吧？你能从中间赚一大部分漏。像这种金条它没有啥特色。这咋没有特色这分明都是一套你跑到那个搞收藏的他买一套还得多花点钱嘞你确实对这个黄金不太懂，人家买成套的银元金锭，那都是因为过去它发行存世量就那么少，而你这些金条这都是现代机制的，机器一开，你说你要多少套都能做多少套，这个真假它还是个未知数，你这还真谈不上赚钱。咋真假还是未知数呀？我要不是缺钱用，我也不会拿出来成套卖。这一套往家里放多养眼呢。其他咱都不多说，就你这个拿过来的这一套首先你看它外边的这个颜色，我看多少都有点褪色，因为黄金都知道它是不会氧化的，这是第一个点。另外就是我拖着你的重量有点轻，正好我这有电子秤，咱上秤来称一下重量这个1000克嘞，你看只有600克，再称一下这个500克嘞，哎呀，357克，你这总共1000多克的重量这重量算是足足少了一半。你看这上面标的重量差很多，所以你这金条有问题这能有啥问题嘞？大不了利息不要了，有多少克算多少克吧，反正现在黄金价格也高。你这不是有多少算多少的问题，你这些金条材质明显都不对，你自己来听一下他们的声音，你听听。这黄金牛哪有那轻飘飘的声音呢？这1000多个金条它即使没问题的话，你按照现在的正规回收，也得剪开验货对吧？防止里边有什么加成之类的。剪开就剪开吧，随便你剪我还想着不剪开的话，能多卖点钱嘞。那你现在剪开也没啥意义了，你听声音就不是黄金，这给你剪开，对吧？这也没啥用。其实你想的太简单了，你想着这一套金条，对吧？它这个图案。这么漂亮，正好又是一套，又很难得，但是你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剪开来检验这个黄金的真假。可被你说多了我都是怕剪开毁了可惜了，对，所以没敢动了。谁知道里边咋是那些套路来着？那你现在知道也不晚，正好你这一套也没给你剪开，也没破坏，抓紧时间找男朋友，把这一套金条还还给他。以后对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千万不能自作主张去捡漏了，漏没捡到，你被别人掰一刀，这不可麻烦吗？还给他拿回去吧。
还是你说的对，谁知道这里面套路恁惨淡，我得抓紧时间去找他。对，找他把钱给要了。没事。谢谢。哎，老板，跟你说，估计你都不相信啊。我这块黄金的马蹄金500块钱买回来的。哦，俺现在今年卖是不是还能净赚10万？500块钱买回来了马蹄金，这看着个头还不小了呀，确实是橙黄的。我这拖着拐带有200克左右啊。老板果然好眼力啊！这整整是170个黄金。哦，我去金店称过了。他说这个古董，他们买不起。金店说的很对，一般像这种马蹄金啊，是汉代那时候的货币。你看它的造型有点像马蹄，你仔细看这上面打了呀，这还有落款，具体刻了啥字看不懂，但是字体还是很清晰的。这如果是真正的马蹄金，这可比黄金值钱多了。这马蹄金500块钱搁哪买嘞？其实也不是买回来的，我前几天收了一个快递，别人给我发错了，我一看是马蹄金，直接给他赔500块钱。收错快递的话，那不应该原件给快递员吗？既然是你收错了，那大几率是快递员马虎送错了，哪有赔500块钱了事嘞？你当我傻哎？我发现的是马蹄金之后，我都丢了，我的快递丢了，快递员也没办法，按照几倍的快递费给赔给客户了。说实话啊，我见过有保价弄丢快递赔偿的，第一次听说按快递费赔偿的。试想一下，如果你这个马蹄金价值几十万，这区只赔500的话，客户是肯定不会愿意的。毕竟这么贵重的东西，快递员也要担责任啊。反正快递员是同意了。他这快递的人也认了。我也不按股东卖，就按现在金价700一克给我算。我先来跟你说一下，这个所谓的金店700一克啊，和你现在的黄金大盘价区别还是很大的。如果说你不按股东来算，170克的黄金，现在市场价合不到9万，所以和你说的净赚10万，这有点差距啊。9万10万中间都差了1万无所谓。反正误打误撞捡回来便宜，赚9万就赚9万嘛。赚钱肯定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你有没有想过赔钱？假如这个马蹄金它不是黄金，也不是啥古董，你有可能卖不来你500块钱的本金呢。不可能赔钱。你别给我开玩笑，我都去金店对比过了，比金店的金手镯都亮。比金店的金手镯亮，你很有可能对比的是古发金。不过你这外表看起来确实挺亮的。其实正儿八经汉代的马蹄金并没有你这个厚，它那个造型啊是内凹中空，形状就像马蹄一样，有立体形状的，重量和你这个也有区别。因为马蹄金在过去啊，它是汉代的货币，重量正好是250克。过去汉代啊正好是1斤，现在来说就是半斤重。这大概价值啊在当时值1万钱，但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啊。这种马蹄金啊都是皇帝赏赐之用的，而你这个马蹄金的来历也很特别。毕竟是别人发错快递，你耍小聪明得来了。先说170克的重量，如果是真正的黄金，就这么大个又这么厚的话，不说有1斤，那至少得有6、7两了吧。所以从重量上啊就直接把它给 pass 掉了。但是这个马蹄金黄归黄，正面看上去没褪色，但是你反过来你看一下，它就不一样了，它这有点发红，这就是我们手上一出汗氧化之后就变成这个颜色了，甚至地方你看一下有些都发黑了。所以我看你这个马蹄金啊就是假的。不可能是假的。人家今天都夸赞我的股东，人家黄金多呀，都表示买不起。你不是买不起这么简单，既然人家是开金店了，对吧？即使你这个是黄金，你就是再拿10个8个人家买起了，说你这个是股东买不起啊，人家说的是反话，他的意思没有揭穿你这个是假的，给你留一份面子。你到底啥意思哎？今天看出来假不说，你说给我说的是假的，你能给我几万吗？假的肯定是值不了几万了。你想想，快递里边装的东西，只让你赔500块钱，人家都不追究了，咋可能是真的呀？你这耍聪明啊，想净赚10万，说实话，这都是自欺欺人啊。马蹄金给我拿过来吧，我看你啥都不懂，我也不卖了。好吧，你再转转，再转转。趁现在黄金价钱真高啊！俺爷这2块金条，按金价给我算吧，你帮忙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哇塞，这2个金条看上去这可不是普通的金条啊！如果是真的，这按金价卖的话，实在是太亏了。亏不亏无所谓，主要是这2根金条是我爷给我的，算是不扎本的买卖，卖多少都是我的。再是不扎本的买卖，你也不能乱卖啊！你看这上面有落款：兰州永丰4分金。
这么着也是民国时期的大黄鱼啊，伺候这么好的并不常见。另外一块虽说上面写的有英文，但是看香港4个9的标识，这还是有的，就是声音有点飘，这看上去实在是太新了。说实话，我不太认识黄金，这是我爷10年前投资买的，总共是400颗，当时整整花了20万。你开啥玩笑啊？这2个适量的大黄鱼，这重量咋可能只有区区的400克嘞？再说了，10年前的金价也就200-300一颗，也不至于说花到500啊。对，当时我爷爷给我的时候，好像说是按股东价钱买的。现在也找不到卖他金条的那个人了，只能按普通黄金卖了。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明白了，相当于是10年前，那你爷当时按股东买回来的金条，现在听说黄金涨价了，直接送给你，你又想按现在的金线变现是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本来10年前卖金条给我爷爷的那个人，说黄金涨价双倍回购了。结果现在也失联了。失联就对了，是我，说实话我也会失联。买这种金条给那爷啊，一次性拿走20万，注定他会失联。再说黄金涨价双倍回购，那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普通的黄金啊，都是按国际大盘价走的，我们个人无法左右，所以不存在双购回购之说。如果你按金价卖，如果这2个金条是真的，你这是属于严重巨亏啊。说实话，我年轻比较注重现实，管他股东不股东的，饭点钱花才是硬道理。我要他不顶事又不顶喝。哎呀，听出来了，你这个人还是比较现实的。我具体来给你讲一下你这2块金条。首先来听一下他们俩的声音，这很明显啊，你这声音有点飘，听上去啊像瓦达这的声音啊。我不管它是什么声音，你别给我敲碎了。敲坏了。没有，你放100个心吧。如果金条能敲碎敲坏，那还得了。如果是那种一眼开门的，我们100%不会敲击的。敲击的目的啊，其实就让你来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太飘了。可以从声音上肯定100%，这个不是黄金材质的。不是黄金？对。那是啥？你说话得负责任啊！对，毕竟花20万买回来的，这是我爷爷多年的退休金啊！我知道你是花20万买回来的，所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这个手里边有闲钱的老年人啊，可不能胡乱买。还有就是这2个的重量明显有问题。一般这种适量的大黄鱼啊，它有标准的重量都是300多克，而你的另外一个，你看显得更大，这按理说它应该重一点才对。你说的400克，所以很明显这个重量是不对的。再加上你看一下它这上面的字体，你瞅一瞅，很不舒服。还有底部，你瞅一下，这有很多地方这都褪色了啊。所以综合来看，你这俩不是黄金。不是黄金？对。那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妨碍？只有黄金才是这个颜色呀。你就说能给我多少钱吗？之所以能放这么黄，我倒觉得应该是那爷啊，平时包的比较严实，没有怎么见光，所以也没有氧化。至于能卖多少钱，这价钱可能让你失望至极了，大概市场价几十块钱的样子吧。不费吧？这才值这点钱啊！对呀，我财富这也不能一下子缩水那么多。你这个不是缩水，是典型的被人忽悠了。这个真实性啊有待考察。但是像恁爷这种老年人啊，如果手里边有闲钱的话，经过别人对吧双倍回购一承诺，有时候还真容易上当。所以你还是回去啊，当面问他清楚，这究竟这东西哪来的？毕竟还有那么多钱嘞，你还是问明白为好。行啊，我这就回去。谢谢老板啊。没事。哟，恁大一个金砖。你别讲我这个金砖，你别问我搁哪来的，我先给你找正称称叫你看看。这种称啊，哎呀，这个是1斤的。这个是2斤的。我认识。说实话，用这种称黄金，我是第一次见。因为啥吧？因为这种称啊，称黄金只能称个大概。3斤8两高的。这只能称个大概啊。你别讲大概不大概啊。你不知道我这个金砖店哪来的？搁哪来的？我是2万块钱买回来的，这不是该发大财了吗？2万块钱啊！大爷，我看你这有18年纪了，这没有70也得有60多了吧？69了。2万块钱对你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胆子还倒挺大。但是我看你这金砖重量不对啊，这么大个头，只有区3斤8两，你不觉得奇怪吗？有啥奇怪的啊？你要不相信，我给你撂酒店，你听听。
镶金铺了的。我听你这个声音啊，只能确认啊，它是金属类，但不确定它就是黄金啊。大姨，你这东西搁哪来的？俺一个同行哦，他收的，500块钱他收的。哦，他嫌麻烦，他倒给我了。哦，叫我激动的几天几夜我都没睡上觉了。大姨，你先平复一下这激动的心情，年纪啊，毕竟有那么大了，几天几夜不睡觉，这对身体可不好。既然都是你们同行收破烂的，他如果知道是金砖的话，他2万块钱便宜卖给你，图的啥呀？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黄金涨价了，3斤8两都接近2000克了，这看500一克回收，你这金砖怎么着也得上100万了。你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个金砖他收的是2个老太太的，他害怕他的子女他遭他的麻烦，所以他给我了。你这回答的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他怕别人找他麻烦，难道你就不怕吗？其实人啊也是一个迷魂阵，在利益面前啊欠缺考虑。他这样说你还当真了？你说那老太太她再迷糊，她也不可能拿这么大一块金砖只卖500块钱吧？这很明显，这与理不通啊！你也别这不通那不通了啊！你现在你都给我按这个黄金价钱来，我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这么多的钱，我也不知道咋花了。要是如果是过去的股东，他比这还得更值钱呢。过去的股东谈不上啊，因为过去的黄金无大锭，像这么大个头的金砖啊，我是没见过。首先造型不对，过去每个朝代的金银它都有一定的器型，古董金砖上面都会有錾刻的字口落款，你这个上面你看很明显没有，所以古董金砖直接给你 pass 掉了。下面我就直接给你看真假吧。如果这是真正的黄金，就这么大个又有这么厚的话，我个人认为啊，最少得有6-7斤以上。6-7斤比这3斤8两得重很多。说实话，有可能我这一只手都托不起来，所以我感觉也不是啥黄金。所以大爷啊，你这发财梦该醒醒了。你可别告诉我这是砖头似的，明明这搁丢地下咋着它都有声音，它不是黄金，它是啥？砖头是不可能的，砖头都是土烤的。你别说敲击有声音了，你就是往地上使劲一摔，它立马就碎了。但是我细看你这个金砖啊，有些地方你看这都露白了，我怀疑应该是一块银砖，这外边很有可能啊被别人动手脚了。这能被别人动啥手脚啊？这可是纯一线老百姓家里边的东西啊！你看准不准？你别看走眼了啊！具体动啥手脚了我就不说了。你这幻想着收到一块金砖，你这开心激动了几天几夜没睡，这贪眼发大财，也不知道钱该咋花。你这种捡大漏的心态我能理解，人之常情。我给你算一算你赔多少钱吧。3斤8两，如果按银子算也是大正常，才1万出头，你2万块钱买的，这相当于是赔了大几千。赔钱你也别忽悠我，这不可能的。我少50万我还不想卖嘞。大爷，这如果是真正的黄金的话，这可是100多万的东西，你这只要50万少了，赶紧听我一句劝，如果还能找到你那个同行的话，金砖还还给他，老老实实把你那2万块钱要过来。老人家挣钱也不容易，可千万不能被别人忽悠。算了吧，我看你也不识货，这金砖给我拿过来吧，我也不想卖自己的。好吧。我怀疑我的金锭被人调包了啊！这过了1夜，竟然给我弄褪色了。你快点帮我过来看看真假。真正的黄金啊，你别说1夜会褪色，它就是放个10年8年，它也不会褪色。来，我看一下来。可被你说着了啊！我想着放它那1夜也不可能变色，但是我现在咋看咋感觉被人调包了呢？哇塞，你这个金锭可不得了啊！你按照上面写的，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它这个底部确实多少有一点褪色了。你放哪？你被人调包了呀？我放人家那首饰加工店里了。昨天搁他那哥爷准备加工2对金手镯呢。正好和我妈一人一个，结果又变成这样了。也肯定是不会褪色啊！我看你这个也不像是才褪的色啊！你要是稍微懂一点常识的话，你也不至于拿这个东西去加工手镯啊！这如果是真的，怎么着也是乾隆年间的金锭啊，属于古董，谁会傻到拿古董去加工手镯呢？反正也不是我的东西啊！我拿我男朋友家里面的。
我看他爸放桌子上也没啥用，我就随手拿出来加工手镯戴戴呗。这就对了，男朋友家放桌子上了，应该是当摆设用的。基本上这个金锭啊，估计人家也没有跟你调包的价值，除了这个变色有点异常之外，你放人家加工店的时候，走的时候应该称重了吧？称了啊，整整是202克啊。我看这总量也对，就是他老板说是加了，我才怀疑他给我调包了。你说一夜之间他是不是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给我？做一个一模一样不至于，人家首饰加工店可没有这个机器哈。现在一夜之间做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不太可能。再说了，只要重量一样，那很有可能啊，就是你拿过去的那一个，有可能是你记错了。我很好奇啊，这号的东西为啥要给他放一夜嘞？我也不想放。昨天他老板不是不在家吗？他小徒弟让我放那的。今天他老板又说是加类不能加工。这都对了，一般像你这种金锭啊，确实是不能加工金手镯的，因为它这个材质不是黄金，即使是真的金锭，像这么刺口这么漂亮了，那你说实话，你加工手镯，那你就是在糟蹋古董。哎，老板，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哈。我这个金锭咋是假的嘞？咋就不能加工金手镯了呢？哎，其实像你拿这个金锭啊，这算是一眼家。你去加工金手镯，你遇到了是他小徒弟，一般学徒认不清真假太正常了。如果你碰到他老板的话，就不存在让你留一夜的事了。首先，重量存在严重的缺陷。你看你这个个头这么大，又这么厚，怎么着也得挂着10两了吧？你过去10两那可是300多克啊。你说只有202克的话，那就对号入不了座。看造型的话，中间摘2头宽，这种定型啊，它不是清代的。你看上面写的是乾隆11年，哎，这就不行了。而且整体制口，你看都是电导体，褪色就说明它不是什么黄金。现在网上卖的这到处都是这种东西，那应该是恁朋友买回去当摆件用的，而你又没打招呼，啥都不知道，这才闹出一桩乌龙。这个过程应该就是这样的。你说的大差小不差吧？我真是没想到会不是黄金的。我男朋友家也是个穷，不是黄金摆那干啥？哎呀，你说这话就不对了。你们再是男女朋友，你拿人家的东西去加工手镯，这怎么着也得打个招呼吧？这幸亏不是古董啊！如果真是古董，你给人家毁了，你这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你用古董加工手镯，这代价也太高了。得了吧，这幸亏不是古董，是古董我就不加工手镯了，这弄得多丢人。哎呀，那没事，这个东西你还给他拿回去吧，反正是个小玩意儿，哎，你就还给他还回去吧。好。哎，俺爷爷给俺兄弟俩留2样宝贝，金锭和银元。你帮忙看看哪个贵，我提前准备选一个贵的。金锭和银元，他们俩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让我选肯定选金锭啊。来，我看看啥来。俺媳妇说让我选金锭啊，我感觉还是得求稳一些的好。保守的让你现在估个价，以价值高低为准绳。你这俩确实是一个金锭和银元，你这让我看的话，他们俩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选不好的话，很大几率会选错。所以我还是抱着求稳的态度来找你。即使麻烦点也无所谓了，省得以后落下遗憾了。你这种态度啊，还是比较务实的。金锭这大小来看的话，是3两的，而且上面还有落款。康熙4年，距今已经300多年了。这如果是真的啊，恐怕得上6位数吧。另外一块是 MS 级别的湖北神龙，这底板状态确实是漂亮啊。其实因为这件事啊，我跟俺媳妇儿也闹了一场大别扭了啊。她说黄金都500-600一克了，对，银子才10来块钱一克。对。恁媳妇儿说的大方向是对的，虽说这个古董啊，他们不按金银价来算，但是从古至今，这个银子都没有黄金值钱，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我很好奇啊，俺爷退休了，但是他退休金并不高，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买几十万的黄金元宝，我咋感觉有点不太现实嘞？你这个质疑是对的，过去是银本位，你像3-5两的银锭到处可见，银元也很常见，像这种金锭啊少之又少，在市面上流通很不现实。而你的首先这个重量不对，我拖着很明显没有3两的重量，由此可见啊，这个并非是黄金的材质，所以也就没啥价值了。你的意思这个金锭它不值钱吗？对，
你就是按重量算的话，它也得卖几万块钱嘛。你看我刚才说，它就不是黄金了，很明显啊，它没有3两的重量，自然也就没价值。不是黄金就没有金价，更不是古董。你包括它上面的这些字口，这一看就是电脑体，而且后边有很多地方都氧化了，这也就是现在的一个艺术品一个吧，分文不值。它不值钱也好，我把这个给俺哥啊，俺哥他也不孝顺，分文不值，就分给俺哥吧。我觉得你还是尽量的给他说清楚为好，毕竟你们俩这是属于分家，他即使再不孝顺，也不至于分他一个家来，因为像这种家来啊。你随便找一个眼尖的人鉴定一下，都能看出来卖不上价，而不像你的另外一块这个湖北龙，这一块银元你说能值多少钱？实在不行我也不要了吧，还不够丢人的呢，估计也就值个200-300块钱吧。那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你就是随便拿一块普通的冤大头，现在上千了，像那些生龙流通过了通过，这么着也得2-3千一个了。你这拿过来的这个品相可是 MS 级别未流通的状态啊。这价值不可小觑啊！湖北龙它常见的龙鳞啊都比较糊，而你这个龙鳞你可以细看一下，粒粒健在，字口两面属于全深大状态。你这细看的话，壁面连一点划丝都没有，因为现在高手账都是物以稀为贵，就这一块按普通的3块湖北都不为过。就从你这个状态而言，给你现在估个1万绰绰有余啊。1万？对。这一颗银子花到300-400了嘛，差不多，价钱快接近黄金了。你说的很对。像这普通人，这哪敢想这价钱？我们普通人肯定是对这些东西不懂，一般看到黄金啊，都自认为这个黄金会贵一些。但是恁爷这是个例外啊，像这种金锭市面上卖的艺术品都很便宜，如果是黄金单卖的话，肯定是比银元贵的。可惜啊，这个金锭是假的。假的都假的吧，反正俺哥他还傻啊！我要这个金锭给他。好吧，好，谢谢老板，尽量协商来，尽量协商来，没事。我婆这个人啊，藏的真深啊！家里边放了一个大金锭，还在我面前装穷，一天3顿饭吃的都是抠抠搜搜的。我看你这个金锭啊，个头还不小嘞。如果说谁家有一个，确实不得了。来，我看啥嘞？俺婆这个人啊，我算是看清楚了，不显山不漏水。趁现在黄金涨价了，我这直接给他拿出来变现了。哇塞，你这个可不得了啊！这要是黄金的话，这可算妥妥的古董了。这上面写的可是雍正年间的东西啊。我婆婆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家里边有这么值钱的古董，竟然不告诉我，还说她在路上捡的。恁婆婆可能没给你撒谎，基本上我们个人家里边不会有这么大的金锭。看大小的话，这像20两了，字口显示了雍正年间。细看包子这里，你看一下，这有点褪色了，并且你这个还有蜂窝，这确实刷新了我的认知。专业知识我不太懂，这个重量我有一点疑惑。就是你刚才说了20两倒没有，我在家称的只有8两。8两400多克，那咱俩说的量不一样，因为过去1两37.3克，20两的话就接近750克了。我现在拖着这不到1斤啊，那婆婆在哪捡嘞？她说她过年的时候，见别人搬家，从一个包装盒里捡回来的。你说谁家的黄金会当垃圾扔了呢？那婆婆说的可能是真的，反正我不相信。如果是金锭的话，别人绝不可能扔掉，肯定说那个大保险柜里边。另外像你说的8两重，这个黄金的重量也不对，这个是标准20两的锭子，这重量错着了。你这些人专业干这个的，对，这个实物你也看到了啊，对，我感觉你也不如网上专家呢。给他们拍几张照片，他们就能给我估几十万。如果是真正的黄金，网上专家给你报几十万少了，就按你这4两重量算吧，金价都20万了，更何况这黄金古董它价值嘞。我现在只想听价格，你帮忙估估能给多少吧？我确定是着急用钱。急用钱也得首先分真假。还是那句话，你这个金锭啊，我并不看好。从重量上来看，也不是什么黄金，黄金的密度比银子、比黄铜重将近1倍。你这么大个，不说有1斤吧，最少也得8-900克，这是第一个重量上的问题。第二个，
黄金在过去无大锭，像这么大的锭子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即使有的话，它这个造型也是有问题的。你像银锭，它这两耳朵都是倾斜做出来的，俩耳朵都不对称，你这俩耳朵一模一样，这就说明这是典型的模具倒出来的。尤其是中间这部分和耳朵，你看有明显的分离，两边都有，这就说明啊，它不是一体成型，所以做工是第二个不同。另外，你包括金锭上面的字体，你看一下，这都是电脑体，过去可没有这种钢印啊。还有它底部这个蜂窝也非常可笑，因为银子温度高，有蜂窝很正常，但是黄金哪会有蜂窝而且这蜂窝你细看一下，这都是戳出来的，然后后期经过加工补出来的，所以啊，你这个金锭一眼假，你卖的话，我看也就是现在的一个艺术品，地摊上几十块钱吧。你别闹了，你还好意思说几十？都你这价格和网上专家错了，可不是几万呀，是几十万呀！你别开玩笑。没有开任何玩笑，有错价太正常了。我们只报真实的价值，不给你造梦。几十块钱的东西，网上专家竟然给你报几十万，你想想，他肯定是对你有所图的。网上专家啊，他们更多的是想骗取你后续的鉴定费、拍卖费，反正一系列的费用。你这个。说实话，你得小心了。鉴定费人家要了才多少才区800块钱呀！人家承诺的是，让我送过去，直接给我现钱。区800还不高，你千万别给他送过去，送过去，说实话你都收不住手了。他们有一个循环，几十块钱的东西给你看到几十万，说实话，你要是在他那不掉个几千块钱，看来是不行了。我建议你不要去送。你算了吧，几十块钱肯定不会卖给你，我还是专门去找其他人鉴定的专业的去看怎么说吧，我不卖给你，你也别搁这忽悠我，拜拜。没事。我这拆间挖出来了一根老金条，因为太贵重了，不知道去哪卖，你帮忙看看值不值100万？拆迁拆到价值100万的金条，只要是真的啊，在哪都可以买。来，我先看看啥来。100%是真的啊！咱家老房子地基底下挖出来的，找到的时候还用塑料袋包了好多层。用塑料袋包着，怪不得这个金砖没怎么褪色，上面刺口还挺清晰的。这如果对的话，绝对是不少值钱啊！我都找俺村里边咱收黄金的看了，他表示他收不起，说这不是一般的黄金，算是古董。那即使是古董，最多也就追溯到民国吧。你看上面写了有字口兰州永丰，这种金锭啊，在民国那时候被称为大黄玉，比现在同等重量的黄金贵2倍，因为它这个刺口清晰，那村里边的人他不可能收不起啊。他收起了，我也不卖给他我给他拿到他家里边他就瞅了一眼那表情爱搭理不搭理的样子，让人生气，我也不想卖给他嘞。你也别生气，他说的很对。他确实是收不起，基本上你拿这个东西去黄金回收店，人家确实是爱答不理了。这东西在人家地基里边挖出来了，不应该归主家所有吗？都是过去的老房子在谁家挖出来都不知道。再说了，100万级别的金条我肯定要自己留着了。具体的价值咱也不说，我就说一下这些东西啊，为什么会出现在地基下。一般在建房的时候啊，通常都会放一些无底钱、古钱币，以此来讨个好兆头。大部分啊都是比较封建迷信的做法。像你的这种东西啊，外面包了有塑料袋，你想想包装都没有腐烂，这放的时间估计也不长。你看你这个都没怎么褪色。你说其他的我也不懂，我就看着它字口比较清晰，对，又是古董，你就看看，值不值100万嘛？100万肯定是不值的，原因有几点。第一个，你这个大黄玉这个重量不达标，在过去10两的大黄玉啊，标准的重量是320克左右，你这个我给你上称称一下看看重量吧。这个是精确到0.01的电子秤，你自己看看重量，这才222克。单从重量来说，差了200克的重量，这说明它就不是黄金了呀。不是黄金不可能，是不是过去的黄金都不纯？重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正只要是古董就行了。既然材质不是黄金，那它就不存在是古董，因为像这种大黄玉啊，在过去它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达到99%以上。你之所以认定它是古董，无非也就是看上面的字口来定义了。
你看上面的字口啊，这是属于电脑体，就单以这个锋字为例，笔画不同，而且字口也软，因为金条的材质较硬，显得这个钢印啊字口软。另外你再看金条上面，这有很多地方，你看这都不均匀，熔点不均匀，因为黄金燃烧啊，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背面，你看也存在大面积的褪色，这很明显啊，就是现代的东西而已。依我看，也就是几十块钱一个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俺村里边都那个家伙都说收不起了。到你这咋可能是假的嘞？他说收不起，其实是客套话而已。如果真是过去的金锭，他对你的态度啊，肯定不会是那种爱答不理的。因为像这种民国的大黄鱼啊，比黄金一颗贵很多嘞，几百克的大生意，他能放着不做吗？他是不懂行，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让我少收点呗，然后你就说能开到什么价吧？你也不用讲价，因为这个不是黄金，也不是古董，所以我这边也是直接不要。这东西反正也是你这个拆迁拆出来了，应该是和你有缘，在地基下你看放了那么多年，也没有怎么褪色，这好歹也是一个仿真那大黄鱼，你自己拿回家拿着玩吧。看来啊，你也不懂行啊，老板，东西还还给我吧。啊，对对。我再找比你高的时候，再帮我鉴定鉴定。对，再找人瞅瞅，再找人瞅瞅。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啊！我这有3斤6两的黄金，你赶紧帮我看看能不能卖90万吧？哇塞，你这个大金元宝啊，租金50两，这如果对的话，你别说90万了，你就是后边再加个0，这也不值了呀。我买的便宜啊，当时黄金100一颗买的哦，最后又给他搞价，3斤6两，总共花了10万块钱。3斤6两确实是过去50两的重量，但是你这个金锭的大小，这是标准50两银锭的大小啊。50两的金锭它并没有这么长，也没有这么宽。这个金锭啊，按3斤6两1800克算，这才划到50多一颗啊。像50多一颗的金价，也就2000年那个时候呗。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我大概买的时候啊，也就3、4年的时间。哦，没想到现在黄金涨了那么多。3、4年前金价也就300左右吧，但是你这个50两的金锭，它又不是普通的黄金，51颗买的话，谁会傻到如此贱卖给你呢？说的也巧啊，卖我黄金的这个人啊，是我们厂有名的败家子儿哦，相当于就是喜欢玩牌，急用钱了。哦，给钱就卖的那种人。我倒是觉得你说的这个败家子挺聪明的一个人，很巧妙的用这一个小玩意儿套走你10万块钱。这3、4年的时间你竟还浑然不知，幸亏你今天拿过来了，你再过个若干年，你不是还蒙在鼓里边吗？不是老板，你比喻错了吧？啊，蒙在鼓里的人应该是他吧？他要是知道现在黄金涨到4、500一颗，他肯定后悔卖给我了。那如果黄金对的话，他肯定百分百后悔。再加上他也不完全是黄金啊，算是古董，这个价钱比黄金这高几个档次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现在都不在以前的厂上班了。哦，他想找我恐怕也找不着。他找不到你，估计你也找不到他。对你来说，估计也是一个坏事。我给你还是讲一讲这个金锭的真实价值吧。你也别说那么多啊，少90万我也不想卖。我的目标就是赚9倍的利润。其实你想赚9倍的目标啊，并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这个金锭如果对的话，这可是古董，它的这个收藏价值远远大于黄金。但是你这个金锭啊，体积重量不对，因为黄金的密度啊比较重，像这么大个的锭子，它的重量最低得是80两以上了。银子50两标准的重量是1900克以内。你这个如果是黄金材质的话，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只有1800克，3斤6两，这重量很明显就不对了。这就是体积和重量不对等，所以材质啊，它肯定不是黄金。不是黄金？对。你见过啥东西啊？不是黄金能有那黄吗？你要知道它发黄不等于就是黄金。你仔细看的话啊，你看它有很多地方这面它都氧化了，尤其是它的这个底部，你看和上面它都不是一个颜色。这是一个最直观的点。另外呢，就是清朝的金锭啊，它没有这样的造型。你像两边的这个翅膀，这都是银锭在铸造的时候，就是为了方便拿在手中，方便流通用的。而黄金在过去啊，它是非常宝贵的。过去人经常说金子无大锭，你就是再有钱，拿一个50两的银锭出去，钱都能照开。所以过去的金锭都很小，而你这个我看跟黄金没有任何关系。
我就没有当过去的金锭卖，当黄金卖的，你就给我按黄金收就行了。哎，关键是你这个金锭它不是黄金啊，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当初即使买个50两的银锭，就是品相好点，说实话也能卖个10几万、20几万，这说。咱看看这底部，你看有些地方它都褪色了。哎呀，我感觉啊，你这个只能当废铜烂铁卖了。我这还真给不了你价钱。你给不了价格，你给我说那些干啥？东西给我，净浪费我时间。我去别家问问去。对，你找个收破烂的问问最好。哎，你给我看一下啊！3年前朋友借走我5万块钱，在我这抵押了一个金锭和银元。现在他也还不上我钱了。这俩东西就是我的了。这个金锭看大小应该是5两左右的，字口比较清晰，落款是兰州永丰。注定的话，这重量明显有点偏差啊。另外一块银元李鸿章1两双龙寿字币，这明显有点小一圈，这上面是包浆还是锈，看不清楚。5万块钱买这俩东西，你觉得是赚还是赔嘞？我肯定赚了。就说这个金锭吧，按现在黄金价格算，100克轻轻松松卖个5万多块钱没问题。对，现在黄金的价钱将近500一克了，100克5万块钱是绰绰有余，但是看样子你这还不是一般的黄金啊。我知道是古董，肯定不能按黄金去卖。对，就像银元一样，银子才几块钱一颗，黄金元都是几千几万。对，金锭和银元价值一样，首先啊都是看它状态嘞。银元和银价没有任何关系，银子再便宜，谁也不会杀到银元按银价卖，这是因为它这个银元的存世量过去就那么多，它有古铜的属性。而这种金锭啊和银元一样，最主要就是它看它的质口和品相，绝对不会按金价来算嘞。我朋友这个人也憨这几年买个房子欠了一屁股债手里连5万块钱都没有如果你拿这两样东西对的话，那朋友100%巨亏。按理说他欠一屁股债，应该是急用钱的时候拿着东西，他卖几十万把钱还给你，不应该把这个好事让给你啊。因为他憨买，他准备抵押给我10年，我提前先来问问。我感觉你这个朋友不憨，反而是很聪明，在你这里拿出了5万，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利息，而你们签了合同又是10年，10年后他到时候把东西拿走，再还你5万不就行了吗？关键是10年后我肯定不让他走到手几十万我可不能让他飞今年我先给他卖掉一个庆祝一下。哎呀，你这俩我看哪一个都卖不掉。先说你这个银元吧，历史上就没有发行过李鸿章的银元，这个是属于典型的一兆币，上面你看写的是1两，1两过去是37.3克，第一个重量很明显不够，我这拖着也就10几克而已。第二个大小不标准，1两肯定比1元的大一圈，你这个是和常见的银元一样大。第三个材质它不是银的，银元首要的标准必须得是银子做了吧？你看你这上面这都是锈啊，依我看你这也都是假币一枚，分文不值。不可能，人家网上专家都给我说20万到你这它变成假的了。真假的话，你这块银元咱都不过多的讨论了。再说另外这一块金锭嘛，首先说它的重量，你说的是100克左右，看你这个定型大小薄厚，这分明是过去5两的重量。过去1两37.3克，37.3乘以5，它的重量应该是在180多克，而你这个重量只足足差了一半，这是一个点。另外看字口，你看一下，它这是典型的电脑体。再看背面吧，你看这很明显，这有些地方都褪色了，还有车床车过的痕迹也特别明显。就单从这几个点来说吧，所以材质也不是黄金，只能说是赝品而已，自然也没啥价值了。不可能，你这是比喻话说一大堆我看说的啥也不是啥也不是。人家网上专家我感觉也不是吃素的家传古董不可能会假。恁朋友说家传他都是家传吗？谁家传的古董会是近代的嘞？网上的专家说价值几十万，他是几十万摆在你面前了吗？不要想着别人都是傻子，更不要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能值多少钱啊？我建议你还是多找些专业人士问问，别弄得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肯定会多问。对，我看你说的啥不是？再问问。本来啊，我这生小孩一场大喜的日子啊，没想到被俺岳父给搅和了。咋了？我还以为他过来了，他咋着不得给我分个4、5千的红包吗？啊，结果给我弄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喜得贵子确实是大喜的日子。你岳父送给孩子的这个是大汉伏笔2角，你可不要小看他个头小啊，这乳皮壳给的可是真金白银的分啊。XF45的含金量比 AU 的分壮实，这底板这一看都是原汁原味原状态，两面你看这都属于全身的。那岳父给你的时候没告诉你价值吧？这绝对比那个5000的红包实在啊！实在个锤在这，俺岳父一辈子都抠抠搜搜的哦，挣钱挣的有那么多，就是对自己人不舍的哦。你按理说吧，俺媳妇儿给他生个外甥啊，你给5000块钱，给3000中啊，是不是？你说给这个不当吃不当喝的，有啥用啊？看来手上常爱手上。你这个大汉2角是那岳父送给孩子的手上，哎，听你的意思啊，不如给现金划算。看出来了，你还是对那岳父有误解。现在有钱人啊，他们考虑的是很长远，眼前给你3000、5000嘞，你这转手都花到其他地方去了。这送给你这么一个收藏品，说不定等孩子长大以后啊，到时候变现的话，还真是有一个惊喜。你可拉倒吧你！这俺妈看到俺岳父拿着一个小硬币，直接气得直跺脚啊！说还不如一个外姓的朋友嘞，人家好歹还拿个几百块钱嘛。哎呀，这哪是硬币呀？别人不懂也就算了，那自己人还嫌弃自己人，你这当女婿了就说不过去了。那岳父有没有经济实力，别人不知道，那你还不知道吗？朋友给你随几百块钱的礼，那有啥用啊？将来别人办事你还得随回去。那岳父送给你的这个大汉2角银行，这可是真是你的了。说实话啊，这玩意儿我还真不稀罕呢。咋？他们家那么有钱，你说都给俺送这么一个破硬币，分明就是看不起我。你说是不是都这意思？哎，如果真值钱的话，我回去我都给俺媳妇离婚。哎呀，你看你还真是一个倔驴啊！这不值钱跟那媳妇有啥关系？这都不好意思说你了。这可不是什么硬币，这种是过去民国那时候的小银号。这种大汉系列钱币啊，其实是属于四川地方军阀币。我们常见的都是大汉1元，和袁大头那个个头大小差不多。你这个大汉比这个袁大头发行的早，当时四川西北那边流通。大汉1元和5角发行量大，而这种1角、2角发行量少，2角比1角更少。好品相同状态嘞，甚至有的能贵一半。物以稀为贵嘛。越少的东西放的时间越长啊，将来肯定是越抢手，因为银元数量它固定就那么多，所以大汉2角啊是正儿八经的吸血币。而你这个你看入的是皮盒，能给到你45分，典型的原味状态，壁面可以清洗啊，你可以看到全身的，几乎没有什么流动痕迹。这好品相、好包浆、好状态，自然也有一个好价格。目前我就给你轻轻估估吧，4、5万。都这东西管值4、5万吗？对。就这一点点银子，它能值好几万？你是不是看出来？它就是白金，它也不可能值这么多钱嘛。哎呀，我给你详细的介绍那么长时间了，你这还给我打马虎眼儿？那岳父有没有这个实力，你应该比谁都清楚。银元银号并不是看大小跟轻重的。再说了，白金现在还没有黄金贵嘞。我不是有点不相信吗？啊，这惊喜来的有点太突然了。我就觉得俺岳父吧，他不是那小气的人。对，4、5万给你吧。可以啊，回家之后啊，好好的对那媳妇儿，给你生了个儿子，那岳父又转手给了你好几万，这绝对是惊喜中的惊喜。东西我给你留下了，等会儿给你拿钱。另外呢，再给你封个红包，祝你喜得贵子。你给我拿来吧，我感觉这个东西啊，我不要你的红包啊。我不卖了，我这给俺留着嘞。那好吧，好吧。